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上一期呢，给大家分享了5个跨境电商建站平台，帮助大家呢了解了不同平台的一个优势和适用场景。那今天呢，我将重点的对比 WordPress 和 Shopify 这两个平台。那这里看看这两个平台呢，哪个更适合做一个跨境电商？那帮助你呢，在这两者之间呢，做出一个明智的选择。如果你正在准备做跨境电商的话，那么如果你正在考虑做跨境电商，但不知道该选择哪个平台来搭建你的一个在线商店，那么希望今天这期视频呢能给你带来帮助。那我将从建站体验、费用、功能以及外观和 SEO 呢这5个方面呢来做出一个比较，那来帮你找到一个适合你的一个平台。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直看下去吧。Hello， 大家好，我是郁金香啊。我呢主要是给大家分享一个跨境电商的一些相关知识。那么如果说你也对做跨境电商感兴趣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且呢慷慨的给个赞啊。那这对我分享内容呢，这个呢会让我分享内容呢会更加的积极。OK， 那废话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题吧。那首先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建站的体验。总体来说呢，对于一个建站本身还比较陌生的人啊，比如说你是零基础啊，你没有任何的一个设计功底，也不会代码啊，一个纯的小白来说呢，那么 Shopify 呢肯定是它呢会更加的简单，会更容易上手。这里呢给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的 Shopify 的一个后台啊，它里面的功能齐全啊，那么你只需要来上架你的产品。帮你的这个商店呢简单的装修一下就可以了。这个呢是没有装修的一个商店首页，就是我们的一个主页啊，可以看一下，这里面你只要在里面来简单的来装修一下就可以了啊。如果说还有不会装修这个 Shopify 这个商店的呢，郁金香呢之前也有给大家分享过一期详细的教程独立站的一个从入门到精通，那就是教你怎么样来装修你的一个首页，上架你的产品。这里呢，我感兴趣的伙伴可以来看一下，我会把链接放在视频下方和这个右上角。那么使用 Shopify 的话，就算是你要做 Shopify 独立站的话，你甚至还可以做无货源的一个跨境电商，不需要囤货，也不需要你发货你直接可以找这些，比如说这个一件代发的这个扔作谱，你只需要来导入你想要卖的一个产品就可以了，它可以负责帮你发货你可以直接一件代发这样的一件代发的平台很多还有这个 Sparked它呢也是一个一件代发的一个平台。那这里相关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大家可以来进行了解，看看哪一个更适合你。还有这个 Deals 它也是一个一件代发的一个平台可以直接这些呢，它都可以直接关联我们的 Shopify 商店然后进行一个一件代发。所以呢，如果说对于非常陌生的一个新手小白的朋友来说呢，那这个其实Shopify 呢也是更容易上手的一个平台。那么 WordPress 呢，这里呢带大家来看一下 WordPress 呢，它呢最近那么也是非常火的一个建站平台它是一个建站的一个构建器。最近几年呢，用它的人呢也是非常多，用它来搭建各种网站。那么它的用户体验呢也是非常好，并且它呢建站呢也越来越简单可以看到这个呢是它的一个后台，那么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些相关页面。那么加上呢现在呢有一些好的一些插件，比如说 Elementor， 也不需要你会代码，也不需要你会任何技术只需要进行拖拽呢就能搭建出一个完美的网站。还有这个DVD。那它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构建器里面内置了各种各样的模板你只需要去更改模板里面的内容呢就 OK 了，完全不需要你去设计。相关链接大家可以打开视频下方，感兴趣的伙伴呢可以打开来看一下。那这个 WordPress 的话，它相比之下呢，比起 Shopify 呢会稍微的难一点，你要有你要懂基础的一点点的一个搭建的一个基础搭建网站的一个基础但是这里还是不需要你会代码
或者说它的这个学习曲线呢也是更为陡峭一点，因为 WordPress 它其实本身它就是属于一个开源的一个平台，开源的平台它就决定了它本身并没有个什么标准没有什么整齐划一的一个建站的流程和步骤这里你想搭建什么网站，就主要是取决于你用了什么样的一个主题取决于你选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建站工具。就像我刚才给大家举的例一样现在其实 WordPress 里面它有非常多的主题，这里我们可以点这个外观，这里你点进来可以看到这里第一个主题点一下，那么这里你可以点击这里一个新主题，那有了这些主题也是一样的，有了这些相关的一些主题，那么你就可以去进行一个内容的一个更改。那加上呢它现在呢又有一些非常好用的一些建站工具比如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Elementor， 那么我们使用 Elementor 来只要进行一个功能的拖拽就能搭建一个网站。现在很多网站呢都是用这个 Elementor 来搭建出来的。那如果说你对这个来搭建网站感兴趣，也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有一期视频WordPress 的一个零基础教程3个小时，那么有详细讲解怎么样用这个 Elementor 来设计一个网页。 Elementor 里面的功能每一个功能都有详细的解释，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的这个视频，我会把链接放在右下角和这个视频上方。那有了这个 Elementor 的一个工具呢，那么你的学习呢会轻松很多并且呢也很容易上手。所以呢这里你只要来了解一下什么是 Elementor， 那么什么是 WordPress， 那你可以来可能是需要那么一点时间呢来简单的做一些了解。所以呢哪怕你选择了就像有 Elementor 这样的一个比较简单容易上手的一个建站主题了，那可能中途呢你还是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因为毕竟可以看到这个WordPress 的话是你需要自己去组装各种功能的，它就像是一个拼图一样，那它是散的没有一个形状，这里面的你的框架有一个框架，这里面相关的内容呢要靠你自己去安装去添加，你要把各种功能呢给它组装在这个页面。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些摸索的一些阶段但是这里也给大家讲过了，我之前的有一些教程搭建网站的一些教程都是零基础的只要你认真来看了我的这个视频呢，相信呢你对它就会有一个完全的一个认识。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 WordPress 搭建网站。 WordPress 搭建网站的架构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搭建起来的。那么这个 Shopify 呢它里面已经全部内置好了这些功能，所以 Shopify 呢对于新手来说呢它也算是非常非常友好的这里 Shopify 的3天免费试用的链接呢我会放在视频下方大家可以打开来可以来看一下。因为这个 Shopify 它确实非常的简单标准的一个步骤。 Shopify 的主题它也非常的简单你可以找到这里在线商店，这里有一个模板，它的模板呢你也可以看到它有付费的有免费的，基本上呢只需要更改里面的内容就可以了。所以说在建站体验这一块Shopify 呢相对简单，更简单一些那么如果说你要用 WordPress 来建站的话，你可能需要花一些时间。那么如果你不想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呢去学习怎么样建站，那如果说你要用 WordPress 建站的话，你肯定前期是需要稍微学习一下的如果不想来投入这些的话，那么你就可以，那么 Shopify 的话可能会更适合你这就是一个建站的一个体验因为这里呢我也有建过一些网站，我也曾经搭建过网站如果自己搭建的话可能花的时间精力呢会更多一些。这个是小鱼儿自己搭建的一个网站。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费用。前面也给大家讲过WordPress 和这个前面也跟大家讲过 WordPress 它是一个开源免费的一个构建器所以呢它本身 WordPress 呢是免费的但是这个呢并不代表说你使用 WordPress 建站呢就完全免费，其中它还是会产生一些其他的一些费用接下来呢我就一一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有哪些费用首先一个呢你需要一个主机提供商
和一个域名。域名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网址啊，我们的一个网址啊，也可以叫做域名。别人是通过这个网址来搜索到我们，所以我们的网站是必备的这一个域名。那并且呢，它还需要有一个网站的一个储存空间，我们的一个主机服务器，也可以叫主机，也可以叫服务器。那么这种服务器呢也会非常的多啊，有的价格呢也是比较贵啊。这儿我用到的呢是一个 Hostinger 啊，它一般是3到10美金不等每个月。那么这个呢是必备的哈，你要建网站，你的网站里面的图片、视频包括你网站里面的所有的一些信息、内容、文字这些呢，它都是需要一个储存空间，我们的主机来存放所以这个费用呢是一直都有的。那你的网站要建多久啊？你的网站要管几年，那么这个费用呢你就要交几年但是这里其实Hostinger 其实还是一个收费比较合理的、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主机提供商哈。有需要的伙伴呢可以来看一下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这里呢一般情况下可以看到它有3个套餐第一个呢是普通的，第二个是最受欢迎的，是一个商业的那么第三个呢是更高级一点的。如果说你的网站看你的网站类型，那么你的要求要高一点，想要一个独立的一个专用的一个 IP 地址那么不想要共享的 IP 地址了，那你可以选择第3个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初期可以选择第2个你可以看一下，其实哪怕你购买几年的一个服务器它还购买上1年之上呢，它还会赠送你一个域名所以这个呢相对于来说呢还是比较划算的。可以看到，如果说你买48个月的话，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这里你可以看一下，只需要100多美金，100多美金的话，也就是2000来块钱167的话，也就那2000块钱左右这里你直接去支付就可以了。它还会赠送你一个域名。域名如果说你没有的话，你自己去购买的话，那是需要几十块钱1年但是你每一年都需要去购买。所以这个域名呢是它第1年是免费的，但是第2年也是需要你续费的。你的网站要持续到什么时候，你的这个主机和域名费用就一直要延续下去一直要续费。那么这个域名它后缀也是有不同的就看一下你的域名后缀是什么后缀可以看到有的是一般情况下是使用的这个，那么不同的域名后缀它的费用呢也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呢就是一个费用，你用 WordPress 建站的第一个费用就是域名和主机。那第二个费用呢就是一个主题的费用。主题呢它有免费的有付费的可以看一下这里外观主题。那么 WordPress 里面呢它也是有非常多的主题呢有免费的有付费的，你可以选择免费的。那如果说你想要更好看的，那么你可能就需要付费，或者说你想要个性化一点的呢，那么你就可以去选择一些付费的一些主题。就像这个之前呢小鱼儿给大家讲过一期视频就像这个 Diver 那它呢也就是一个付费的一个主题它里面呢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些非常专业的一些主题你只需要进去更改一下内容就可以了。它里面有非常多的漂亮的一些专业的一些主题如果说你做的是一个跨境电商或者说做的一个在线商城，或者说呢是做的一个 B2B 的一个商城，那么像这些主题呢都非常的适合你这里有兴趣的伙伴可以来看一下，相关链接呢都会放在视频下方。那这些主题呢它都是需要付费的像这种的话比较专业的呢它都是付费的包括就是 Diver 里面呢这些呢它都是没有免费用的都是需要付费的。那这个付费的主题呢其实它的价格不定有便宜的也有有便宜的，可以看到像这个是40多美金有的是一次性付清的，有的呢是月付的可以看到有便宜有贵的。就像这个 Diver 的话，那它就可以选择一次性付清，你就可以选择一次性付清终身使用这个就非常的方便，只需要付一次款。那还有一些呢它都是属于一个月付的你每个月可能都需要付，它的价格不等所以这个呢如果说那这个呢你用 WordPress 建站，那这个呢也是一笔费用。还有一个接下来还是如果说你用 WordPress 的话，你还会用到一个插件。那这里你可以看到 WordPress 的这个插件我们找到这个插件的话它也是有付费的有免费的如果说你想它的功能更强大，那可能你需要付费的。当然它这里面有一些也是免费的。电商插件比较常用的，如果说你要想
在这个网站里面呢卖东西，那么你就必须装一个插件叫 WooCommerce。这个 WooCommerce 呢，它本身呢是有免费的版本的啊，基础功能呢它也是够用的啊，你也可以选择用它的一个免费版本啊，它也有一些付费升级的一些功能。那当你的网站做到一定的时候，你需要把你的网站优化啊，想要更多的一些功能，很多你就需要去升级啊，就会牵扯到这样的一个费用。最后一个费用呢，如果说你用的最后一个费用呢，就是一个交易费啊。有人在你的网上买东西或者你卖东西，你每卖一单，那么这每一单呢，它就会产生一个费用叫交易手续费。那这个手续费呢，因为这个 WooCommerce 它是和 Stripe 还有 PayPal 进行一个组合的，这个 PayPal 呢和Stripe 呢，它都是有手续费的。那么它的一个手续费呢，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大概呢是在2.9%、3%加上一个30%，那么3%左右哈。如果说你想使用第三方的付费方式，除开这个 PayPal 和 Stripe 之外的一些付费方式的话，那么你是没有额外的手续费的。这一点其实和 Stripe 不同 ，Stripe 呢它是有一些额外的一个手续费。这个呢是刚才给大家讲的，介绍的是这个你用 WordPress 建站它会产生哪些费用。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Shopify 呢我们看看 Shopify 的一个费用。Shopify 呢它和 WordPress 呢不同，它是一个公司，那么 WordPress 呢也是一个公司但是它只是这个 WordPress 呢，它只是一个开源的一个软件它不是一个提供给你服务的这样一个公司。但是呢，这个 Shopify 呢，它是给你提供电商建站和管理的一个平台它会给你提供一个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呢，这样呢，它是属于一个服务型的公司所以说呢，他们是每个月是要收费的。这儿我们可以了解它的一个价格我们点击这里选择一个套餐，可以看到现在呢，新手朋友呢是前面可以免费试用3天，首月第1个月呢是只需要$1，过了这1个月之后呢，可以看到就是499、49、299然后这几个套餐。那这个呢是月付的每月都需要产生的这个费用，是这个从这个19到299不等的一个价格。那它这里的还有一个费用域名的费用呢，也其实是和这个 WordPress 呢是一样的，它也会有一个域名的一个费用。就这个域名的话，每年你是需要去续费的。接下来就是这个主题Shopify 的一个主题，那么它也是同样，你可以看到有免费的有10多个付费的有200多个。那免费的主题它比较简单，付费的呢就是它的它有一些个性化的设置，就看你如果说你可以看到它的模板其实不便宜它有200的、270的，看一下240的这个付费模板呢，它的价格不低，还有300多的，那么高达还有400的一个模板，要400的也有最高价格就是这个400一个模板。那么这个是主题的一个费用这个主题也不便宜。接下来呢，同样还是一个插件的费用。这个 Shopify 里面呢，它也是有很多电商呢需要用的一些插件。那么总的来说呢，如果说你想要你的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电商网站，可能你不会用到太多的插件但是一旦你想要升级你的这些系统，升级你提供的服务，那么升级你和顾客之间的一个沟通，那可能你就会用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插件因为这些插件呢，它可以减轻你的工作负担可以让你更加的轻松的来运营你的这个 Shopify 独立站。所以有的时候适当的用一些插件呢还是可以的。那么这些插件可以看到，其实它大部分呢是付费的，都是有这个付费的所以说呢，它也是这个它Shopify 独立站的其中的一个费用。最后还是一个交易手续费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交易手续费。那如果你使用的是 Shopify 本身的一个Payments它为你的是一个，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交易手续费。你可以看到，如果说你这里呢，它一共有几个付费的套餐，那么你使用的套餐越高，后面2000多的Plus 的这个，它的一个交易手续费呢，就只需要0.2%。那这个299一个月的呢，它的交易手续费呢是0.6%。那你如果说选择的是49
啊，它的交易手续费就是1%。这么看来就是你买的套餐越高啊，它的交易手续费呢就越低；你买的套餐越低呢，它的交易手续费就会越高。那么对于成交量比较大的一些商家来说呢，总体其实算下来还是会比这个 WooCommerce 呢会更加划算一些啊，因为你的成交量很大嘛，所以它每一单收你的手续费呢有所减少，所以一般你可以考虑选择这个299的套餐。但是呢，你也需要了解一点，其实像这种持续性的这种手续费啊，它最后其实叠加起来还是很吓人的啊，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所以说这个计算呢，大家可以自己去算一下哈。在这个花销上面啊，这2样我的一个建议哈，如果说你想要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电商网站，你想要一个基础一点的一个电商网站，那么这个可能WordPress 呢会更加的划算一点，因为你可以从各种地方省下一些钱啊，包括插件啊，因为这个 WordPress 里面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很多插件它还是免费的啊，你可以用这些免费的一些插件啊，你也可以用免费的主题。如果说你只是说你的要求高了之后呢，你想要更加个性化的一些外观啊 ，WordPress 最终你投入的成本呢，它最后也会慢慢的也会叠加起来哈。你比如说你要用到一些像这样的Diver 的一些付费的一些模板啊，包括就像这个这些你要做一个 B2B 站的这些你这些主题呢，它都是有一个费用产生。所以呢，我这里呢想给大家讲的，我们在平衡这个成本的时候呢，这个资金呢，它只是一方面，我们还应该核算一下我们的时间成本这里资金只是一方面哈，我们还要算一下我们花了多少时间成本因为我们在建站的时候，如果说你用的是 WordPress 建站，可能你如果说你用的是一个 WordPress 来建站，那么在这个上面的话，你可能需要花的时间成本会更高一些，时间会更久一些，因为毕竟它这是一个框架，对不对？它这个是一个需要你自己去设计。去组装就把各个零件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彼此不兼容你还要把它重新再安装再解决各种问题。因为这个 WordPress 嘛，它是开源的它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服务人员，也没有售后这些问题了，也没有人去帮你去解决。所以在这个中间可能会需要去摸索一下有遇到问题的时候需要自己去想办法来解决。时间成本上面呢 ，WordPress 它会大于这个 Shopify 它会大于这个 Shopify， 而 Shopify 呢，它是比较标准的一个建站系统体系，它有一个标准的一个建站流程，同时它也有它里面有配置的一些服务人员它可能不能帮你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至少你在有困难的时候呢，你有人可以去问一下你可以去和他们沟通，去问问怎么样解决这些方法。所以呢，这个呢，可以相对来说呢，就会更适合新手。所以呢，这个呢就大家去平衡一下如果说你想要更容易一点的呢，就建议可以选择这个 Shopify。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对比一下这2个建站平台的一个功能这个 WordPress 和这个 Shopify。它能实现的功能基本上其实它都是通过这些插件来实现的。那么 Shopify 也是一样的，它也是需要插件来实现。如果说你没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程序员帮你建造各种功能的话，基本上我们都是通过这个插件来实现。这个插件的话，那这个插件 WordPress 的插件它肯定是更多的，它有非常非常多的插件，可以看到59000多个免费的插件。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开源的品牌这么多年来它的一些社区也是非常庞大的在这个全球来说呢，有非常多的一些提供商给它提供各种各功能的一些提供商，程序员也好，设计师也好，同时呢，除了电商这一块呢，还有很多内容管理和内容优化以及适合其他商业模式的一些插件，所以它的插件真的是成千上万。相比较之下，这个 Shopify 呢，它就是专门针对电商的，它主要是针对电商的。如果我们只是比较电商的话，那么 Shopify 对于电商来说它其实也，所以在功能这块呢，其实WordPress 和这个 Shopify 对于电商来说呢，都是非常强大的也就分不出什么哪个好哪个更好。那在电商这块，
如果说你想要一个大而全的一个网站，你想要更多的，那么你想要一个更大更全的一个网站，电商如果说只是你其中的一部分那这里呢可能这个 WordPress 呢它会更适合你因为它还有其他的一些插件可以使用，它还有其他的功能可以去开发。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它的一个外观。那么这个怎么说呢？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每个人的喜好不同，所以说呢也不好说，这个就是根据你个人的喜好。所以说外观的话，这两者呢其实没有太多的一个可比性。那这里呢我就谈一下自己的一个建议我个人觉得其实这个 WordPress 的话它可能更胜一筹原因在于 WordPress 它可以看到它里面的这个外观这个主题里面给这个 WordPress 提供主题的人确实非常非常的多。你可以看到在这上面你随便点一下这里一个 WordPress， 你可以看一下它下面这个是一个主题网站你可以看到不同的审美、不同的商业模式它的主题呢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个主题模板。同时因为它的一个主题选择范围很广你可以选它里面有很多的一个各种各样的一个主题，不同类型不同商业模式的它的这个主题呢，你可以对它进行一个个性化修改的一个可能性呢也会更多一点。这个 Shopify 这边呢，它本身它的网站提供的可以看到就免费的13个，付费的200来个就这么多这个主题。这里面呢付费也有免费的免费的就是非常的基础。那这种非常基础的说实话不是非常的实用可能你最后还是会使用到一些付费的。那么这种基础的你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就是功能真的非常的少。这里可以看一下 Shopify 的它的一个主题。总的来说其实这个 Shopify 呢它的主题会少很多，同时呢你对这个主题进行一个个性化修改的时候，它的可能性要小很多。当然如果这里你建立是你没有程序员帮忙的话，你自己建站的一个基础上，那如果说你有程序员帮忙，程序员其实他就可以帮你搞定一切了。所以在外观这块比较来看呢，有更多的你能在这个 Shopify 上面找到你非常心仪的主题，因为这个就看个人的眼光那如果说你在这个 WordPress 里面呢，你也能找到你喜欢的一个主题这个其实是和个人的一个喜好非常相关的但是站在客观的立场来说，其实 WordPress 的话它有更多的一个选择。 OK，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SEO。 首先一个 WordPress 的 SEO 呢它是更加强大的，那么原因还是在于 WordPress 里面它的插件可供的插件非常的多它的灵活性呢也很强。但这里呢大家还是要注意一点，功能强只是一部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功能你都用得到。所以对于像这种中小型企业来说，我个人会觉得Shopify 和 WordPress 呢它其实是不相上下的就他们提供的功能一般情况下像这种中小型企业呢它是可以满足的。尤其是这几年其实像这个 Shopify 呢它也正在它的提升也很大它本身也有很多 SEO 的一些基础功能。那么有的你在上传产品的时候呢，它都会有一个 SEO 的一个功能。同时呢它还有一些比较知名的一些SEO 的，可以看到 SEO 的一些工具也可以在 Shopify 里面使用。它会有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相关的一些 SEO 优化的一些工具。之前呢其实呢它只能在这个 WordPress 里面，但是现在呢在这个 Shopify 里面呢也是可以的了。所以其实对于中小型的企业来说呢，它的差距不是很大。那么这里呢当你的公司有了一定的规模之后，你做大了以后这个 WordPress 里面它提供的可以看到它里面的一个 SEO 功能呢会更加强大一点尤其是在这个技术 SEO 这块它有更多的一个空间。那么这个呢前期其实我们不用考虑，后期我们需要考虑。所以这个 WordPress 和 Shopify 呢在 SEO 方面呢其实它都要靠一个插件来实现。所以总的来说呢，如果说你想快速的搭建一个电商网站并且希望将更多的时间用于产品和营销那么可能这个 Shopify 呢它是
更好的一个选择。那如果说你有足够多的时间以及一个资源，并且呢你想要更高的自定义的一个程度，那么 WordPress 呢可能它会更适合你两者之间呢它各有优缺点，这个呢就根据你的需求来做出一个选择。那么这里呢 Shopify 建站以及 WordPress 建站呢我都有创建过一些详细的视频。那比如说这个你想做一个跨境电商独立站，那这里呢我有分享过一期超级详细的跨境电商独立站搭建的5个小时的一个详细讲解那感兴趣的伙伴呢可以来看一下我的这个视频。那如果说你想用 Shopify 想了解一下 Shopify 搭建网站呢，你也可以来看一下我的这个视频就零基础搭建网站新手入门的这个 WordPress 建站的一个3小时的一个详细的一个教学。当你看完这个视频，你就知道怎么样建站了。OK， 那你这里视频我会把这2个链接放在视频下方。那么想要搭建网站想要学习跨境电商的朋友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且点赞呢，把它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有任何问题呢，可以在下面留言，我们一起交流学习。这样呢，你就不会错过我后面的一些视频更新。我们下期视频再见。那记得一定要来看一下这个5小时的详细教程咯。